房貸一族拼買房，年薪150萬，在台北只夠當普通人。台北的 NPC 難度這麼高哦。先說結論哦，台北的房子真的是太貴了啦，就算你成為高資產的族群，你還是會覺得很有壓力。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嫁給有房男，人生就穩了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年薪150萬只是普通人嗎？這次來聊一個新聞哦，標題我念一下：年薪150萬算黃金單身漢，一票人喊普通。丁特吐槽已經是 PR95。那內容是這樣，就是網友近日在脆上發文哦，稱想談談什麼是黃金單身漢，並且列出一名36歲、年薪約150萬的男性的各種條件。哇，那底下各種酸哦，什麼其實這條件還好，很普通之類的。然後丁特也跑出來嘴，他就說外界對年薪的想象已經失真，可能是霸道總裁類的戲劇看太多，才會讓一群人集體誤以為年薪150萬只是普通人。然後又引用主計處的數據說，去年公布年薪 PR90 約133萬元哦，所以150萬已經接近 PR95 的水準這樣哦。原本脆上的貼文哦已經被刪掉了啊，我跟你講，脆就是這樣，他就很喜歡那種極端的言論，越極端越多人去留言，脆是用來吵架的，你知道誇張啊。那這個就是 Meta 哦跟 IG 就臉書啦，跟 IG 他們另外一條路叫做。臉書就是同溫層，你喜歡這個，然後就一直給你看，一直給你看，一直給你看，哦，久了你就是那個同溫層哦。好，那脆不一樣啊，既然已經有同溫層了，還兩個臉書跟 IG， 好，我這邊好就是專門來讓你吵架哦，我就是故意不給你同溫層哦，然後導致就很極端這樣。現在脆就真的很極端，很誇張啊！你看脆看久了，你想，我靠，這個社會太撕裂了吧，這充滿了仇恨這樣。然後你看 IG 看久了就說奇怪，我是不是社會底層啊？為什麼大家開的車都那麼好，吃的餐廳都那麼好哦，都不用工作這樣？哎，社群媒體有社群媒體自己的問題。最近九妹不是也出了一個叫九讀嘛，就是他讀3本書給我們，他一直在講社群媒體的禍害，講起來就是禍害這樣。好，那年薪150萬真的很低嗎？哦，那再加上 PTT 網友個個年薪300萬，這就算了，還30公分，在這種相比之下，才會造成普通人。什麼150萬很普通，哪有這種事情？那我也採訪了幾個年薪150萬的男生哦，然後來跟你講一下他們心裡在講什麼，就我朋友了哦，啊其實都不止啊，他們心裡在想什麼？先說感情面哦，再講買房，所以你要知道年薪150萬的人怎麼挑對象哦。先講一下哦，那個年薪150萬聽起來很多，對不對？哦，但是扣完勞健保跟稅以後，月領大概就是9萬到11萬之間啊，大概就這樣啊哦。就看他公司是月薪給的比較高，還是獎金的收入給的比較高。那這個收入在高雄哦，也只能是過得還不錯，也沒有到土皇帝哦。那在台北真的就是蠻普通的，沒辦法，台北居大不易哦。那所以這些男生自己也很清楚這件事情，他也不會覺得自己有多寬裕。那他會想要找哪種對象呢？我就直接這樣講哦，長相就不談了。男人就是視覺動物嘛哦，每次講這都會被罵哦。那他會想要知道說，你對買房子這件事情有沒有自己的想法？我講的不是說想不想買而已，而是你現在想要買怎樣的房子，多大，住在哪裡，這種實際的問題。我跟你說哦，在談戀愛的初期交往的時候，大家都很甜啊，什麼都好商量啊。但是一講到買房，所有藏在心裡的想法全部都會被浮上台面，就對。房子就是這樣，就是最現實的價值觀測試器。那你說為什麼他要這麼挑？因為他不是在找女朋友而已啊，他是在挑人生一起走到白頭的隊友。這就是一個很殘酷的地方。年薪150萬，但要一個人扛台北的房子，房貸壓力超大的呢。然後生活品質受到壓縮。然後以前約會的時候周周吃大餐，現在開始還房貸，結婚了以後大概1個月看能不能吃一次，然後又說什麼什麼你不愛我，以前怎樣怎樣的啊，就不是啊，就有房貸啊。所以你要知道，年薪150萬買房還是會怕。我們就來算一下讓你感受到我朋友他到底是在怕什麼。年薪150萬扣完稅月領，我們就說10萬好了。那常見的理財建議長怎樣？叫做月付不要超過淨收入的30%，是比較安全的什麼參考線之類的。好，30%就3萬嘛。現實是什麼？他想要貸款1000萬的房子，頭期款都不要算哦，他月付要多少？就差不多4萬了。好，那我們剛才講的安全線是多少？3萬了。好，那我們回推3萬，你可以貸款多少？我幫你算好了，750萬，750萬再加頭期款算你頭期款250萬好了。請問1000萬
你要在台北買怎樣的房子？老公寓可能還是比較偏遠的地區文山區之類的。那你願意住嗎？你願意的話，你那個熱戀如火、如膠似漆的正妹女朋友，她願意住嗎？你看，這就是她會有壓力的地方。我要表達的是，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台北，就算你有年薪150萬，你想要買到還不錯的電梯大樓，超級吃力，而且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台北新落成的新建案，電梯大樓3房平車，看不了給你超過豪宅線，那就不是年薪100萬可以單挑的這種的東西了。也就是說，年薪150萬在台灣已經是前段班但想要在台北買房，還是需要2個人一起扛。所以他會看什麼？這個你不要玻璃心他會看門當戶對至少不要差太多。就是說，如果你月薪3萬，然後你扣一扣自己的開銷，能夠拿出來貢獻的錢只有5000塊。你覺得這個年收150萬會差你這個每個月5000嗎？我知道你要嘴了那我就找收入更高的啊，我找年薪200萬、300萬的可以這種就是完全不會在乎你的收入狀況，沒關係，你過你想要過的日子就好了然後每個月都還有錢可以拿，那跟包養有什麼兩樣？那因為他可以 cover 自己的房貸，還可以帶你出國但這種人就是我們上一集講的自帶房車啊極端一點可能會搞到你淨身出戶他只是想要跟你這種很多啦。我們換成男方的角度，就是臭直男會這樣子想就是今天我都不在乎你賺多少錢那我能夠找的對象不是更多嗎？那為什麼我要選你？所以我給你的建議是什麼？就不管你想要找薪水多高的男生，你還是想辦法把自己的薪水提高会比較好，對你的人生有正面的幫助。講到這邊，我知道又有人要嘴女生薪水太高會影響找對象什麼有的沒的，那你幹嘛去找那些薪水低的來跟你比啊？你比這個幹嘛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聊了年薪100萬在現實生活中面臨的真正處境。我透過實際的採訪問我朋友對高薪男性來說，他們真正重視的是彼此的什麼價值觀是否契合，還有能不能一起承擔生活重擔的人生隊友。因為在台北買房壓力真的是太大了，即使收入已經是高收入的族群，他自己單挑房貸還是很吃力的，還是需要另一半共同一起負擔。那此时就是價值觀的考驗如果他的小女朋友就是想要天天吃大餐然後天天化妝化得很漂亮，沒有要跟你工作賺錢一起繳房貸，哇，那就很辛苦那最後我想提醒你，就無論另一半收入的高低，最好的策略都是什麼？都是先提升自己的經濟能力，才能夠真正保障你人生幸福。保障你幸福的，這不是別人你不能靠別人的恩惠來活下去，你知道嗎？你還是要靠自己靠人人倒嘛，所以還是靠自己最好。女生也行那个高收入的女生一抓一大把真的现在在職場中，先不要講什麼職場天花板、玻璃天花板但是女生的收入不會比男生差到哪裡去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在台北市買房子，雙薪家庭至少加起來要多少錢才夠呢？ A 至少200萬 B 300萬以上才輕鬆 C 不買房都沒事，我等繼承就好。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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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
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哦。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故事，這是一個我聽來的故事哈，如有雷同那就雷同。主角叫老黑，人如其名，黑黑壯壯的，家境普通，靠自己打拼。那今年年薪給他爬到150萬了，然後他也動了找對象的念頭，他就跟我說，他就拉下臉跑去找婚友社，你知道，找婚友社都不敢給同事知道，怕被笑。婚友社，然後看起來就覺得，越南的姑娘好像也蠻不錯，這樣反正先去婚友社介紹相親就對了。但是幾次相親下來，老黑整個人都不爽。上次我們吃宵夜，我就問他，你薪水還不錯，條件也不差。你急着相親哦，然後他就跟我說，阿元你也知道我想要在台北買房子，但台北的房子實在嚇死人哦，他是北漂。那我算了一下，如果只有我的收入，買了房子以後會超辛苦的，想要出去玩會變得很困難，所以才請婚友社幫我媒合收入高一點點的，看有沒有女生也是年薪100萬的這樣。我就回答是哦，結果怎樣老黑跟我說超不順利啊，他們挑的比我還兇啊，因為他自己有錢啊。他們就是要又高又帥就算了，還要對方有幽默感，還要隨時可以陪他，提供情緒價值，然後最好房子車子都準備好，因為他們就覺得自己也年薪100萬，所以他要往上再找更厲害的男生，然後那個開出來的條件非常之誇張啊，全世界大概只有 AI 機器人能滿足他的幻想這樣PTT 上也是這樣子講。然後我就問老黑說，那你就降低你的擇偶的標準啊那或許你們會比較合得來。那老黑又說，我也知道啊，可是這樣就買不了房子啦。你自己頻道也說要盡量買電梯大樓我這個收入在台北就是能負擔老公寓而已啊。然後他就說，還是我買遠一點跑去桃園買算了這個我就不敢回他，因為我沒有認真研究桃園。反正我們後來繼續聊別的那你問我說老黑最後怎樣了？我跟你說還在相親呢，他還是目前為止還沒找到願意跟他一起打拼的另一半那他上次跟我說那個婚友社的方案要到了，他可能會換一家試試看。然後他也在那邊講說什麼越南的女生要怎麼認識，有沒有管道如果是這都不行的話，他乾脆直接就娶越南好了，因為有新聞什麼年薪300萬，然後娶一個那個越南女朋友，然后那越南女朋友長得像那個 Lisa， 就是那個天團嘛 ，Blackpink 裡面的 Lisa， 這我覺得還行對不對？不是說什麼豬哥貪圖人家年輕漂亮、顏值高、身材好，而是說哇，像這種極端不對等，年薪300萬的男生，然後那個 Lisa， 越南 Lisa 這不錯啊，他一定好聲好氣啊，然後就這兩個人的感情，我想應該也會過得不錯，因為他來台灣就是享福的呢，好像也行，我不知道。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